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 ConfigUI 系列教程。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进阶的基础知识，如何利用 Clip 来控制构图。那在这期教程开始之前呢，欧阳想跟大家声明3点啊。最近看到一些站内站外的小伙伴很是热情啊，经常搬运欧阳的视频，不管在群里也好，还是站内留言也好啊，都在说这个事情。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小伙伴在问欧阳有没有收费课程，有人说打着你的名义在销售课程。在这里呢，欧阳明确的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欧阳一直没有说录制什么收费或者是付费的课程啊。也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啊，不要被市场乱象所蒙蔽。没有做课程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的 AI 或者是 ConfigUI 啊，发展还是很迅猛的，所有的插件迭代更新，大家也可以看到是很快的啊。今天的内容说不定就对不上明天的版了，对不对？这第一点啊，内容没办法沉淀，所以说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跟风卖这个课程的，去年 SD 的课程，今年还能看吗？所以在内容沉淀不下来的情况下，就别谈这个交付了啊，很快就过气了。那么第二点呢，欧阳跟大家分享这个 AI 的知识呢，也是跟大家同时同期进步的一个过程。欧阳也在学，也在看各种各样新鲜的项目，不同的领域的一些东西。做这个公开教程呢，就已经花了不少精力了，更别提去再额外的录制收费或者是付费的教程了。所以最近也看到有不同需求的朋友，可能需要这方面的工作流，可能需要那方面的工作流。那 ConfigUI 的覆盖面是很广的啊。欧阳目前的主要的学习路径还是以基础为主，它是一个通用型的，并不针对。如果有不同需求的朋友啊，未来呢，欧阳可能会考虑搞个什么高级会员之类的啊，会优先的考虑支持欧阳频道的朋友们所提的建议啊，会跟进的往这边走一走。但是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这个想法，基本都是一些基础的学习路径，先掌握主要的底层内容。OK， 那么前言就到这里，我们直接来到教程部分。好的，那么来到 ConfigUI 以后呢，我们来新建一个工作流，工作流的名字呢，我们就叫 Clip 构图吧。然后这里我们就不以这个基本工作流开始了。之前欧阳跟大家说，高级部分或者进阶内容部分，我们主要接触2个插件，把这2个插件弄明白之后的拓展工作流就好办了啊。第一个是 IP Adapter， 我们已经入门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InPark 和这个 Inspark， 这2个是一个作者开发的，所以我们把这2个节点加在一起讲，因为它设计的内容比较碎，我们之后的教程呢会慢慢的带入一些这方面的内容。那从这期开始，我们就使用这一套系统来构建我们的工作流。首先呢，这套节点里它重视的是一个 Pipe 管道的工作流，所以呢，我们要走它的 Pipe 管道。第一个我们要创建的节点呢，就是一个 Make Pipe， 先制作管道输入起点。所以我们在 Inspark 节点里呢，找到提示词，在提示词下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制作基础节点数啊，翻译过来呢就是 Make Base Pipe。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和效力节点这个 Loader 什么来着，一个加载器是一样的啊。它其中包括了模型啊，我们来选一个 Dreamshipper 的一个模型，然后下面呢有正面、负面的提示词，下方呢还有一个高级通配符的选项。那这个通配符开了以后，其实就和我们 SD 里面的使用方式有点像了啊。比如说我们加载 LoRa， 又或者是我们来加载一些通配符来替换啊，这些都是可以兼容的。那最下面呢是一个输出，我们最终可以看到这个节点输出的正面和负面是什么啊。再下面这个规格化呢和权重呢，基本上我们之前就说过了，这里我们就不复述了。那当我们有了基本的 Pipe 起始节点以后，那这里输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Base Pipe， 在这个插件里我们翻译为基础管道吧，不叫节点数了，这个翻译有点生硬啊，我们统称把它称为管道，还是一样的。用这种管道的方式呢，我们就要对接管道的采样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右键找到采样器啊。当我们安装了这个 Inspark、Impact 2个节点以后呢，在采样器的选项里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节点数，也就是 Pipe 的采样器，它分基础和高级，这2个我们都可以来调用。这里呢，我们来一个基础的采样器，同时呢，把这个管道连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输出图像。那图像这里呢，一样，我们来个 VAE 的解码，同时把 Latent 传过来。那最后呢，这个图像我们也可以不用默认的预览图像。同样在 InPark 节点里，我们找到实用工具里面，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桥接预览图像。那么这种预览图像的方式，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输出，而不像我们普通预览，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后续的输出。当我们有了预览图像，我们还可以继续后续输出，比如说保存，又或者是做一些后续的图像加工。OK， 那么这一套呢，我们就全部应用了 Inspark 的一个节点，也是很简洁的。但是这一期呢，我们要讲的是 Clip 呢，已经打包到这个节点里面了。我们要想让它出来进行修改怎么办呢？我们直接把这个 Pipe 呢进行一个解包啊，就和我们之前效率节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地方呢，它所涉及到的 Pipe 管道比较多，我们这个称之为基础的管道。所以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从基础速，这个翻译的确实有点拗嘴啊。说白了就解包 Pipe， 只不过一种是基础的，一种是 V2 的。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都拖出来看一下啊。V2 版本的解包呢，它多了一个 base pipe 啊，就是它还有一个整体的打包信息，而 V1 呢没有，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全部连到这边接收的这边。所以说现在的流程我们基本上都用 V2， 中间我们修改完以后，是不是还要打包进去啊？压缩的话呢，在这里我们叫 edit， 就是一个编辑。我们同样把这个 pipe 拖出来，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编辑 pipe，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接。最后呢，我们把这边编辑完的再传送过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原这边的基础数据是可以通过这个整个的一个 pipe 发送过来。那当中呢，我们进行一些修改的地方，比如说我们 clip 文本我们修改了，再发进来，发给正面，比如就叫 one go。这样的话呢，这个正面条件会顶替掉我们基本 pipe 里面的原本的信息，也就达到了一个修改的目的。那么介绍完这个简单的工作流，我们可以切换一下语言来对比一下英文啊。其实英文还是好理解一些，可以看到这边的 pipe 叫 from base pipe， 是从这边进行修改，那这边接收呢就叫 edit base pipe。那么当然还有一类呢叫 to pipe，Inspire 当中的 pipe 有专门的这一类 from， 这是一个解包，那 to 呢是一个打包，比如说 to base pipe。如果是 V2 接收呢，就叫 edit base pipe。那至于其他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不同的，比如说 detailer 的一类 pipe， 这些管道呢就是针对 InPark 插件当中的 detailer 流程，也就是我们的后期修复，比如说修脸啊、修手啊、修不同的部位进行的管道连接。OK， 现在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两类。同样我们切回中文，然后我们给一套题词。那这里呢，我们想还原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借鉴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风格啊，合金装备的一个游戏角色。那这里面呢，我给了个卡通的风格，给到 1.2， 下面呢是一个背景啊，燃烧的废弃的一个都市，带一些水彩风格的背景。那这套题词呢，主要是想调出一个比较硬汉一些的风格，就像我们这个 Snake， 对吧？大家如果玩过都知道。那这里我们给一个空的 latent， 宽度搞到768，那设置一个横屏，我们来直接生成。可以看到这个还原基本上是 Snake 的形象，只不过感觉有一些过啊，我们这个 CFG 还能低一点。那这里还有一点忘了，我们没有给它一个负面，把它提升为变量，我们给一个预制文本吧，还是我们之前的瑞士军刀预设文本。在这里我创建了简单3类的负面吧，我们直接选一个传给它。Clip 呢一样，我们传过来给到负面。比如这个图像我们想制作一个横幅的，像我的封面经常有时候可能人在左边，右边呢我会留白，给一些文字，对吧？这是我们对图像构图的一个控制啊。当然如果我们是竖屏的话，也可以上下2块，这个是可以变通的。如果分出来左右2块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要对左右2块单独的标注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出来2个 clip， 第一个文本层我们给予人物，把其他的全部删掉，只留这个人物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到场景，把这些全部删掉啊，留这个场景的表述就行。那最后呢，我们将这2个 clip 进行一个合成啊，合成的话呢，就需要用到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2个节点。我们找到 conditioning 条件里面，从条件里面按区域采样。那这个区域采样有2项啊，一个是按系数啊，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默认的按像素。所以这2个我们都可以调出来看一下啊。这个节点呢，就可以为我们这个 clip 划分一个采样区域。那第一个呢，我们是可以按像素，比如我们的高度是512，那我们下面的高度我们默认也可以设置为512。我们现在的这个宽度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再宽一点，我们加到820。如果是820呢，我们这边的宽度要给多少呢？对吧？我们人物，比如说从中间劈，那就是一半人物，一半这个留空，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到400左右，对吧？那这就是我们人物的宽度。那下面呢，自然就是 X 轴和 Y 轴的一个偏移，不偏移0的话呢，就是在最左边左上角。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一个人物应该是在从左边往右数400个像素。那如果是按%呢，那我们这边就直接给个 0.5， 就是50%嘛。高度呢，高度是100%，然后我们 XY 呢还是按%来进行一个偏移的，比如偏移50就是 0.5， 那这就是一个%系数。那通常呢，我们要精确控制呢会用这个，如果要笼统控制呢，可能会用这个。那大家要注意的是，这2个输入的类型不一样啊。我们仔细看，按像素的呢是整数，也就是 int， 如果按%的输入的数字是 float 浮点数，对吧？所以我们最终呢决定用像素比来精确控制。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clip 强度啊，这个自然不用多说了，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图像往旁边挪一些。接下来我们继续为第2个 clip 设置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设置在右边这一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宽度先设置为512，然后在 X 偏移上啊，整个往右边去偏移，就偏移到这一边。所以我们直接 X 的偏移呢给到上面的400，这样的话上面的位置是从0开始，那整个的宽度是400，大概是这样个位置。然后下面呢是512，是个方的，但是呢我们让它整个往右偏移400，所以现在我们就为这个 clip 设置了左边区域
和右边区域。最后呢，我们用 combine 的方式将两个 condition 进行一个合并，然后我们直接将条件传输给我们的正面。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也对也不对，因为它单独的把两个区域两个题词分得特别的独立，它并没有一种融合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再给它一个统一的宏观的描述，就像我们下面的这一个是统一宏观描述，我们之前测出来的词，然后再把它们合并到一起传过来直接生成。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融合在一起了，而没有像之前是完全独立的两张不同的图片啊，整个的质量也会有一些提升，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 CIG 参数，再随便调整一下种子，然后在两个 clip 采样区域当中呢，如果想让它融合的更好呢，我们尽量让它有一些交点，比如说这个 X， 现在你可以看到一边到400结束，一边到400开始，其实中间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域的。想让它融合的更好一点呢，我们可以让它有一些交点，比如说开始我们往回退一退，376七码中间有20多个像素，它是融合的，对吧？它是交叠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单独为下面这一个 clip 进行权重的设置，因为上面两个采样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强度的设置，但是下面没有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同样在 condition 里，我们可以找到区域采样的强度，这样就可以单独为我们下面的这一个 clip 进行一个强度的设置。那么最后呢，为了融合一些美化效果，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个角色还是比较中规中矩，这个画风呢也比较中规中矩啊。为了美化一些内容呢，我们这边节点数呢可以加载一个 LoRa。那这个节点数因为我们用了通配符了，所以说它加载 LoRa 就和我们 SD 一样了。比如这里我们添加一个增加细节的这么一个 LoRa， 然后在 LoRa 后面我们同样可以用 SD 的方式给到它一个权重值，比如说我们先不要给它太高，给到 0.6， 然后一定要记得把下面这两个给到正面以及通配符打开，这样的话这种输入方式才会起作用。那么另外值得说的一点是，当我们想要使用这个节点以及它通配符的功能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安装一个额外的高级 Clip Text Encoder 啊。有些朋友已经安过了，如果没有安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找一下，管理器里我们直接搜 Clip。那可以看到就是第二个啊 ，Advanced Clip Text Encoder 啊，那这样的话就支持我们这个节点的通配符功能了。现在我们设置好以后，我们直接再来生成一下整个角色这个画面呢，它就更有一些这种动漫的感觉。因为第一个我们在这边添加了一些卡通的这样一个权重，第二个呢，其实也因为这个 LoRa 它会常用在一个动漫的模型上，所以说呢，既增加了细节，还调用了一些动漫的元素啊。因为我们 Clip 这边也是调用了它 LoRa 动漫的能力，所以说 LoRa 有时候它也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因为机器学习它并不能够分清到底是人物特征还是说画面风格啊，所以说多少都会有。这样的话，我们就借鉴了 LoRa 其中的一个应该是2个特性。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再来说一下流程化或者是程序方面的一个逻辑。我们来实现一个小功能，比如说对于这个区域采样来说，它全是这个像素值。那对于我们数学不敏感，其实欧阳就是右脑比较发达，编程的任何的东西啊，都要结合我们图像来理解。这样的话能调用我们右脑的能力，让我们普通人更好的理解。那所以这里呢，我要想实现一个标注出来这个区域啊，我要知道我的这个400的像素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我这个高度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把这个区域标注出来，在我们后期呢就更好调节，而不是说啊在这盲猜。这里的实现逻辑呢是，首先我们第一步要获取一个图像的底图，就比如说用我们原图像，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图像了。其次呢，在我们图像的这个上面来标注出来我们这边标注好的区域，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边区域数据的一个提取。那么需要哪些数据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主体，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要的一个 box 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区域呢我们有4个值，宽高 x y， 说白了就是方形的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和右下角的4个点。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全部提升为变量，同时呢给它一个变量的输入，然后这4个值我们刚才说了它都是整数，所以拖出来以后呢，我们直接来搜索 int，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inpark 的节点啊，一个整数单个节点。那么这个输入呢，其实在很多节点里都有，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simple math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整合类的工具节点都有一个整数的输入。这个输入值呢，我们可以把它复制4份，同时呢，我们把它再重命名一下，对应的来重命名。比如第一个，我们右键直接标题宽度；第二个一样，我们重复这个步骤，把它的标题全部命名了。最后呢，为了优化视图啊，这4个我们命名好的 int 输入全部选择右键，我们把它转换为一个节点组。这个组呢，我们就叫 int 输入吧，或者是 int group。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整体的输入节点了。我们这里填一下，宽是400，
高是512，xy 偏移是0。当我们创建了这一组数据以后呢，我们就需要用这一组数据来创建一个 box 的区域了，对吧？那这里的区域呢，我们简单的用一个空的图像来进行创建。这里我们直接找到一个图像，下面可以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创建空的 latent， 我们也可以创建一个 empty image。那这里呢，宽高度自然不用多说，我们把它提升为变量，将我们这边设置好的这个区域的宽高给到我们这边。那么之后的偏移我们用什么来代表呢？这里呢，我们要将图像和我们的背景图像进行一个融合。因为现在这个空图像它的颜色是0，那所创建出来的图像呢，其实是一个黑色。我们来预览一下，那可以看到如何和我们这个图像融合呢？很简单，我们进行一个合成的一个节点，我们右键找到图像。之前我们讲过这个遮罩里面的合成，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不用遮罩，现在我们是图像和图像呢，我们可以在图像里面找到图像遮罩复合。这个复合节点其实比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遮罩的合成节点它要简单一些，它没有更多的混合运算，只是简单的将2个图层叠加到一起而已，然后将我们的背景图像和前景图像合到一起就可以了。第一个目标图像呢，就是我们的背景图像，可以直接把我们这张图像传进来。那么上层图像自然就是我们创建的这样一个 box。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符合图像下面就有一个 x 和 y， 这个 x 和 y 其实就是我们上面这张图像的偏移程度。那自然不用多说，就会联想到我们这边的 x 和 y 的偏移。所以说我们直接把这边的 xy 也给它提升为变量，之后呢，和我们这一组数据的 xy 进行一个联动，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作用区域是在哪里了。我们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图像处理节点来实现它的画面美化。但现在呢，我们基本功能就已经做成了，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逻辑问题，比如说我只需要设置上面的啊，下面呢它自然就会自适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宽度的这个 value， 我们设置的宽度在这儿，那么下边自然就会推到右边，它会根据我们上边的宽度进行一个退让。那这里呢也很简单了，对吧？我们既然想到这个实现呢就不难，这里我们就会简单的用到一个逻辑运算。那怎么运算呢？我们来想一下，首先我们要获取整个图像的宽度，其次呢我们要获取我们要设置的主体的宽度，再之后呢用主体的宽度减去整个图像的宽度，是不是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宽度，对吧？想明白这个公式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实施。第一个我们要获取整个的宽度，这个整个宽度在哪儿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图像进行获取，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latent 进行获取。那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如何获取图像的宽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个不一样的，直接获取 latent 的宽高。因为这里最直接啊，我们设置的宽高比就在这里，获取的方式还和我们之前获取图像是一样的，找到我们的 ControlNet 预处理器 AUX 系列节点里面可以看到，不仅有获取图像的分辨率，我们也可以获取 latent 的分辨率。这里我们选择 latent， 我们要将我们设置的宽度减去总体的宽度。那这两个怎么运算呢？一样用到了我们之前的数学表达式，我们把宽度的数值拖出来，然后新建实用工具里面的数学表达式。那这样的话，我们设置的宽度为 a， 然后我们把下面的整体宽度呢传到 b， 然后在表达式里呢，我们运算就是 b 减 a，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获取的是不是就是剩下的一个宽度值424。那么最终呢，这个值会传入到下面这个区域的宽度里面。我们把下面的宽度也提取一下，把我们的整数类型传给它。那有了宽度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有个偏移？其实最简单，如果像我们之前说的，直接让出来上面这个区域的宽度，那其实直接把我们上面这个宽度值传给这个偏移就 OK 了。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最好呢让两个区域有一个交集，有一点点重叠，所以我们这里呢同样还是可以用表达式来进行运算啊，把我们的宽度传给 a， 然后在 a 的基础上我们减去一个融合的比例。那这里的数字同样也是根据我们 latent 规律来的，是8的倍数，所以我们可以给到它16或者是24这样一个精确的数字。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偏移参数是不是就和我们下面是一样的， x 也提升为变量，把这个整数输入给我们 x。OK， 现在这一套我们自动化的流程基本上就打完了。当然了，我们还缺最后一个，那就是我们这个高度的设置。因为这里我们实现的是简单的2块区域划分，所以我们的高度默认呢就是和我们图像分辨率的高度是一模一样的。那但是我们主体的高度呢有时候可能会变，所以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先把图像的高度，就是我们创建的高度传给我们的这个背景，因为背景它肯定是和我们的高度完全一致的，对不对？那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它的高度提取出来，然后再把我们这边的高度直接输入
录上去。那么至于上下的偏移呢，通常在这种情况我们是不会设置的。如果我们要做上下的区分，那左右的偏移我们也不会设置，因为 Clip 的这种区域采样呢，它只能分个大块，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box， 它并不能分特别小的区域。所以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呢，我觉得还是太靠中间，我们可以把它的宽度再缩小一点，比如说到了360多，是这样的一个框选区域。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却超出了我们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就说一下这3个参数具体代表着什么。其实现在这个 Clip 所呈现出来的呢，是更注重我们这个整体的提示词。我们这个人物呢，其实是整体的这个提示词所表达出来的，并不说上面这个提示词。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把下面的给低一点。我们再来试一下，那现在就好一点啊，我们这个人物就被限定在这个区域里面了。所以说这3个 Clip 啊，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我们通过 Combine 来进行合并以后呢，我们是在找什么呢？其实我们是在找这3个 Clip 的一个合并点，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融合阈值。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人物，最后呢我们也有人物的描述。如果阈值设置的不对，就强度不对呢，它就融合不到一起，就会分裂出来2个人物。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构图它就能融下我们这个机位了，就说一个卡位一个画幅了。但是右边呢我们就多出来这么一个人，他的这个区域也能呈现出来一个不是特写的人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背景加高，也就是说我们上面右边区域的一个纯背景，而把我们下边的这个人物带有人物的一个完整描述呢，给它适当的降低。那么经过这样的参数调整呢，我们基本上就能调整出来自己想要的一个构图。其实说白了就是这3个 Clip 的融合程度、契合程度。如果尺寸太小了的话，它展示不出来 Close。现在呢，我改了一个 Portrait， 它能好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张图像进行一个处理了。可能刚才的流程中大家发现了啊，我们这个流程呢是要通过我们最后渲染完的图像发送过来以后，它才会生成叫什么呢？区域可视化。能不能提前就生成呢？要不然每次都要渲染同样一张图片啊。我们同样给的是同一个种子，因为这个流程是走到这儿停了，下面的流程走完以后才会反过来重新计算这个流程。如果想让我们上面这个流程快速计算而不需要反复渲染同一张图像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流程稍微改一下，用我们这个 InPark 里面的发送图像，在实用工具里面啊，图像发送和图像接收，发送的名称啊叫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一个临时文件名称，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ID index 的一个序号，比如说我们给到第6个一个序号，那么它就会把我们这张图像发送到接收图像的一个对应的节点。之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像接收的一个节点，同时我们把这个节点的 ID 呢改成6啊，也就是我们刚才发送的一个信号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把图像保存到工作流，也可以不保存。那么下面呢，触发我们可以把它开启啊，总是接收。接收过来的图像呢，我们把它传到给我们的目标图像。现在生成我们可以看到它就不需要再走这个渲染的流程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流程上的一个优化吧。接下来我们再简单做一个后期的小合成，可以简单加一个字体。Essentials 里面我们有一个文本绘制，它所产生的图像呢，就是我们文字的图像，我们可以全部 preview 一下。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这里有个字体库，也就是 Essentials， 我们看一下文件夹 ES 库里自然有这样一个字体的文件夹啊，我给这里放了一些字体文件，所以这里刷新一下，我们就可以读取我们的字体文件，来预览一下我们这个字体。那这个字体这个符号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再来换一个。我们简单的用字体进行一个合成。首先呢，我们给它一个颜色，那这里要用到一个取色器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安装那个 Layer 的那个插件，它里面是有个取色器。现在呢，我们直接用我们这个 UTools 里面的一个取色器，然后我们这里随便选一个界面色吧，然后背景距离和阴影我们可以给个5啊。之后呢，我们还是进行一个图像的合成，还有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图像遮罩符合，背景呢用我们这边的图像，然后圆呢用我们的这边的文字，遮罩呢也用我们这边的文字。这里 XY 呢我们可以把它转回为组件，可以看到啊，这个文字呢就顺利的合上来了。我们把它的位置稍微调一下，把颜色我感觉再调黑一点点。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封面的制作流程吧，算是我用平时的一个制作流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是第一方面的构图方式啊。那么通过这样一个逻辑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2个人物，对吧？左边是一个人物，右边是一个人物，有哪2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把第2个人物写在背景上，下面呢进行一个2个人物的融合，也可以把第2个人物写在下面啊，上面还是背景，就用我们之前的方式将这个中间的背景减弱，把下面的背景强度提升上来，和人物强度提升上来，那是不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了？
对吧？比如说我们这里来简单的做个实验吧，还是乾隆电影的角色，我们这里呢就不是 one man， 是一个 one girl。同样我们用个 portrait one girl 把它改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权重女性的占比还是比较多的，整体占比的题词我们需要也改一下，一个男人后面呢我们再加一个女人，我们可以把它区分区域设置在中间，824除以2，我们来生成一下。OK， 那么自然可以看到一边是一个人物，但是现在呢有一些死板。现在我们来控制一下镜头啊，把这个 portrait 呢我们还是改成特写啊。之后呢让这两张图像的交集多一些，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运算表达式这个地方，对吧？我们有个减24嘛，24不够，56啊，这样的话它的交集的地方会多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生成。OK， 那么经过一些调整，我们会慢慢的调出来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画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多调一些参数来抽一抽，基本上就能实现通过 Clip 的分离，将不同的主体进行一个位置上构图的构建吧。当然了，除了这种方式呢，还有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我们把这个流程来复制一下，到下面 Ctrl 加 V， 把这个节点拖过来，接收图像呢，我们可以直接放过来，因为接收图像的这个 ID 是一样的啊。题词呢，我们回归到之前的一个男性角色的题词，除了这个区域采样以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方便的条件采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遮罩采样，一个设置遮罩set mask，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可视化的操作了啊。同样我们把条件来并联一下，复制几份，那然后我们这边再新建一个遮罩，或者是新建一个加载器都可以啊。这里我们选择遮罩，我们选择加载图像遮罩之后呢，我们把这张图像复制一下，粘贴到我们这边来。那这个图像其实无所谓啊，只要和我们这边的分辨率是一致的就可以。之后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画遮罩就行，我们直接编辑遮罩，滚轮直接推，然后放大一下我们这个画笔。比如说我们让人物啊在哪一块，我们就画一个遮罩，直接保存推出来，把遮罩呢给到我们上面的人物位置，也就是遮罩作用的区域。然后下面呢是非作用区域，我们一样选择一个反转遮罩，然后我们给到下面的这个遮罩。然后现在我们这些都不变，多余的节点我们删除掉，然后我们直接来进行一个生成。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对于遮罩来说啊，这种模式我们不能用默认的，我们最好是要用这个边界，也就是说遮罩和遮罩当中它有一个过渡。如果第一种默认的话呢，它的边界感会比较明显，你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而且两边运算的都不是特别好。这种情况呢，我们下面这个就不需要给太高，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低一点，给到 0.2 或者是 0.3， 然后我们再来生成。所以说这里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遮罩设置也能控制一个角色的构图。那么最后值得一说的就是，因为 Clip 控制的它没有那么死，更多的是给予模型的一个引导，不一定说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意图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这些参数呢，其实就需要进行不同的调整，甚至是不同的种子。这3个区域的部分权重都不一定是一个比例的，这个地方涉及到的主体越多，描述的东西越多，它就越不好控制。这里我们还可以说到之前的一个节点啊，就是我们高级当中的 conditioning 里面有一个时间条件，这个强度或者是这个条件从什么时间开始起作用，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步内调度，这个时候它是比较有用的。比如说我想要角色更突出一点，对这个场景呢又不太好控制，那我就可以在前面加一个这个时间设置。调度步数这里我可以让场景进入的慢一点，比如说30%，反之呢我们可以加到角色上。 OK， 那么这就是另外值得说的一点的小设置，在大家调参的时候呢它是很有帮助的。那说完这些以后呢，既然说到构图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组件或者是另外一个功能节点。那这个功能节点呢叫 Collision， 这里我们再复制一份这个下来吧。它其实也是一个 Clip 的调整，只不过呢它加入了一些模型的调整，它可能会识别的比我们这个直接用 Clip 区域识别更准确。那我们右键可以直接在条件里面找到 Collision 啊，就这样一个方式啊。那这边呢自然是 Clip， 然后条件我们给个正向条件，那么下面呢就是 Collision 的一个模型，那我们直接使用它的一个加载器加载这样一个模型。那大家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话，可以到这个网址下载，我会把网址放在视频简介下方啊。这里是它的 Hugging Face， 有2个，一个是没有裁剪过的，一个是裁剪过的 FP16 的格式，也不大，400多兆。同时呢，我们这边还需要一个 Clip 编码，是一个全面的题词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题词。我们把条件串联一下，串联到这边，然后这个 Collision 我们可以复制2个模型，同样我们共用一下，然后条件串联 Clip 呢再连过来，最后呢把条件给到这边的正向。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制定这个文本框的区域，下面是一个道理啊，一个美丽的小恶魔和一个精灵在森林中玩耍。下面呢我给了一些这个森林的描述，然后我们现在直接传给他们看一下这个呈现是个什么样吧。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离得比较远啊。那么这个 Collision 它的优点就是，当我们选择了这个宽高以后呢，这个人物会尽量的适应这个宽高，宽度给到400，我们先让一边400的一边400啊，因为我们整个的
宽度是800，偏移这边我们给到400。第一个呢是一个小恶魔，第二个呢是一个精灵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条件给过来，负面我们再复制一份过来。那你会看到它这个人物是不是就被放大了？虽然说人物脸是崩的吧，我们可以让它往右偏一点，50个像素。然后这边我们稍微缩小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位置，我们这边右边是不是就低了一点，矮了一点？用这个我们就可以精确的控制位置。但是在 ComfyUI 里呢，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它这个 box 的边框，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用我们上面这个技巧标注出来我们每个物体的边框，这样呢更方便我们来进行一个调整。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还多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其实是背景上的人物。这一个条件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加一个条件的强度，像我们之前做的，把这个区域采样强度给它加上来，进一步的调整这个地方的强度，给它降到0.9。那么针对于这个 Galigion 的插件呢，还是有一些的，基本上都是辅助我们调整位置的。跟 Clip 比起来呢，它其实各有优缺吧。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如何通过我们这个 Clip 以及 Galigion 来进行图像的一个区域构图吧。这里我们再大概看一下框架，一共是3种啊。第一种通过我们自动化的流程来设置一个区域的参数，第二种呢，我们可以通过遮罩来设置。那么第三种呢，我们利用的就是这个 Galigion 的一个技术。其实这个技术已经挺早的了。那这里这个 Galigion 呢，我之前没有用过并联的方式啊，其实都是官方的一个串联的方式。这里我们可以变通的来试，我也没有做过太多的实验，这个并联和串联它的区别有多大吧？总归来说呢，不管是怎么做吧，我们都可以流程化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构图的事情，也可以去规划一下如何做这个 Galigion 的 box。OK， 那么这就是这一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希望对大家在未来的制作中有一些帮助和启发吧。那这个工作流呢，欧阳也会分享一下吧，这3种不同的制作方式。有很多朋友对这个工作流还是有执念啊，其实这方面我觉得没必要。通过视频你自己工作流捋下来以后，你有很大的自己的改动空间啊，并不说这个工作流是死的，也不一定对应每一种工作环境，甚至是每一套题词，你的工作流都需要改。所以这就说到有朋友说，欧阳为什么不跟大家分享一些牛逼的工作流呢？工作流没有牛不牛，只有说会不会用。如果不会用的话，现成的工作流给你，你也生成不了同样质量或者是优质质量的一个图。另外呢，工作流当中包含的很多的插件我们都没讲过的话，那欧阳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拎出来讲，对吧？只有当我们对每一个插件都有深入了解的时候，再说工作流，大家理解就很快了。又或者是直接提供个思路，自己就能搭建出来工作流了。所以说分析工作流这是个逆向工程，它没办法那么实现的啊。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如果本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了。如果对ComfyUI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一系列教程了。那我们下期再见。